2017年，研究人员调查了180多名教师，以了解他们是否对3个不同种族的学生持有刻板偏见。结果表明，有几种负面的刻板偏见：黑人学生标签为爱攻击和顽固，白人学生为自私的和物质，亚裔学生则是害羞和温顺。但抛开教师们的其他偏见，最为普遍的一个看法是，亚裔学生比其他学生格外勤勉、聪慧和温顺。表面上看是好事，至少比其他消极特征要好。但把这些似乎讨喜的刻板偏见当作现实，可能实际会引起惊人伤害，无论是被描述者、未被描述者，还是信以为真之人。谦逊努力的亚裔形象，实际上是人们对模范少数族裔的印象。这种刻板偏见的各种版本在20世纪中期出现，来描述美籍华人。但在2战后，这个标签更常用来表明美籍日本人在美国集中营被虐待之后重获新生，并成功融入美国社会。之前的被囚禁者被称赞为顺从、勤勉、尊重权威。接下来几十年中，模范少数族裔成为美国许多亚裔的标签。但在亚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故事背后，其现实更加复杂。在2战期间，美国政府曾试图美国化被囚禁的日裔美国人，方法是英文授课、爱国活动和教授如何在白人美国社会正确表现。当囚犯们被释放时，他们被教育不要返回自己的社区和文化环境，而要融入白人社会。在几十年反亚裔政策和宣传之后，必须说服美国白人，日裔美国人对他们不再是威胁。所以政府组织媒体报道，让公众对日裔美国人的认知从可疑的叛徒转变为美国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是1966年的一篇文章创造的。但这篇文章和喜欢他的人不仅把亚裔美国人打造成为顺从和谦恭的模范少数族裔，他们还批评所谓的问题少数族裔，主要是美籍黑人。因民权运动的兴起而感觉受威胁的政客们，用这个说辞来怀疑美籍黑人对公正和平等的要求。他们展现了一个编造出来的美国亚裔成功故事，以便把仍在挣扎的黑人社区描绘为更差等。这种叙事方式把隔阂植入美国黑人和亚裔之中，磨灭了他们与其他边缘群体与压迫做斗争的共同历史，并使这2个群体互相争斗。如此，模范少数族裔神话同时也强化了种族等级，白种美国人处于最高等级，其他人都在他们之下。当然，许多仍相信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的人，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比较种族群体想象中的优缺点，看重的是这些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某些标准，通常是多数白人制定的标准。这样，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暗示那些顺从、温和、对白人权威谦恭的边缘化群体更值得被容忍，而那些挑战生存现状的种族则不值得。这样的刻板偏见同样会消极地影响他所描述的亚裔个体。根据刻板偏见威胁心理现象，团队成员常对他们的个体行为施压，来避免助长负面的团队刻板印象。但这种现象同样会发生在看似正面的刻板偏见中。与难以置信的高标准所关联的压力，会导致糟糕的表现。当亚裔学生遭遇困难时，老师们更难注意到。为亚裔社区服务的课外社会活动也通常被忽视或是削减，因为他们被认为相较于其他弱势群体更不需要支持。被这种刻板印象创造出的讨喜形象，也造成更难识别由种族冲突造成的对美国亚裔的暴力和歧视。由于这样的刻板偏见无所顾忌地把所有亚裔归入同一类，影响了来自不同背景和特定有受歧视历史的人群。所以，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可能一开始看似对亚裔族群有益，但事实上
就像其他任何一种刻板偏见一样，是把一个族群简化成为单面的形象，而那个单一的形象阻碍了我们理解该群体中个人的历史、斗争和胜利的能力。承认和挑战这些标签，对于在社区之间建立联盟和永远消除有害的刻板印象至关重要。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观看这些视频，你可以挑战自以为了解的知识，也可以详细了解你不知道的知识。订阅并保持好奇心。